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真的跟我们每个人未来都息息相关的主题 ——AI 革命。这不是未来式，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今天这集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带你完整看懂这场巨变。第一，科技巨头们的 AI 大战打到终局之战了吗？谁会是最后的赢家？第二 ，AI 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很酷的聊天玩具变成一台真正的印钞机？它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第三，这场革命一定会有赢家跟输家，我们会来分析这场巨大的财富转移以及它对社会的冲击。第四，我们会把焦点拉回台湾，我们在这场风暴中究竟是站在一个黄金交叉点，还是一个危险的悬崖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前面讲的都是大趋势，那落实到你我个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也给你一份未来10年的生存指南。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好，第一部分我们就直接切入战场的核心 AI 大战。你可能每天都会看到 Google 跟 OpenAI 又发布了什么新功能，但这场战争真的不只是科技新闻头条而已。这不是2家公司在抢市占率这么简单，这是一场决定我们未来10年甚至20年整个数位世界基础建设由谁定义的终极对决。你看待这件事的格局，要拉到跟当年电脑作业系统 Windows 对决 Mac， 手机作业系统 iOS 对决 Android 一样的高度。今天我们的很多分析都引用了简立峰教授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他的背景真的太特别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像一个科技界的时空旅人，他亲身经历了2个时代的巅峰。30年前，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网络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博士论文就在研究语言模型了，这是 AI 时代的基础。后来，他又加入了 Google， 一路做到台湾总经理跟搜寻业务的全球总监，这是搜寻引擎时代的核心。所以，当一个同时站在这2座山峰顶上的人亲口告诉你，语言模型的时代即将全面取代搜寻引擎的时代，这句话的分量真的非同小可。那这场战争的主赛事，毫无疑问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 对决 Google 唤醒的沉睡巨人 Gemini。过去这1年多 ，ChatGPT 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光芒万丈。但 Gemini 的登场，代表的不是又多了一个挑战者而已，它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思维。这是一场游击队对决正规军，一场新创的冲锋枪对决科技巨头的航空母舰的战争。简教授这个比喻真的太贴切了。他说 ，ChatGPT 就像一艘巡洋舰，速度快，机动性高，一开出来就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但是 Google 的 Gemini 从设计的第一天，它的目标就不是巡洋舰，而是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重点来了，最大的差别在哪？就在这个 input capacity， 也就是它一次能读懂多少资料。Gemini 的最新版本一次可以处理100万个 token， 你可以把一个 token 大概想象成一个中文的词或是一个英文单字。100万个 token 是什么概念？这大概等于一本厚达700页的书。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一整本哈利波特丢给他，然后问他，请帮我分析伏地魔这个角色的心理弱点，并引用书中原文佐证。这是 GPT-4 完全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 Google 做得到？核心优势就是硬体。OpenAI 跟全世界一样，都得排队去买超贵的 NVIDIA GPU， 但 Google 用的是自己研发、不对外卖的秘密武器 TPU， 训练速度快4倍，成本却更低。简教授估计 ，Google 训练模型的成本可能只有 OpenAI 的1/10。这代表什么？这代表 Google 有本钱用更低的成本去玩一场规模大上好几个量级的战争。这就是航空母舰背后那无比恐怖的后勤跟工业实力。不过 Gemini 的优势可不只是硬碰硬的蛮力哦，它继承了 Google 20年来的2个独门绝技。第一个叫做意图辨识。你有没有经验用 ChatGPT 的时候，问题要问得非常精准，不然它会听不懂。但你想想看，你在用 Google 搜寻的时候，常常只打2-3个破碎的关键字， Google 却好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对吧？这就是 Google 20几年来处理了几十兆次模糊搜寻后累积的功力。Gemini 就继承了这个超能力。就像你跟你妈讲话，你才说那个就是那个，她就知道你要什么了。第2个秘密武器叫做深度思考。Gemini 在设计上被鼓励花更多的时间去推理，去烧盘推演，而不是急着给出第一个看似正确的答案。这当然会消耗更多的运算资源，但换来的是更高的准确率跟更有洞见的回答。这就像一个聪明人跟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差别。聪明人反应快，但有智慧的人想得深。
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些 AI 模型的能力已经强大到有点吓人了。但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一切不只是为了跟你聊天、回答你的问题而已。AI 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正在从一个资讯提供者进化成一个任务执行者，而且开始真正的创造出庞大的商业利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 AI 有可能经营一家公司吗？不是当助理是当 CEO、当总经理自己做决策、自己去执行。这听起来是不是还有点科幻小说的感觉？但最近就有人做一个超狂的实验，他们真的让 AI 去开了一家公司。实验是这样子的，他们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有一家自动贩卖机公司，然后他们把这家公司的经营权完完整整的交给了 Gemini。这个 AI 要做的事情就跟一个人类经理一模一样，他有自己的 email 信箱，要去收信回信，他要自己上网去找饮料供应商，比较哪一家的可乐比较便宜，他要去跟供应商的 AI 甚至是人类用 email 讨价还价。他还要根据销售数据决定要在 A 地点的贩卖机补货雪碧，还是 B 地点的贩卖机补货乌龙茶。甚至他还要处理客诉，当有客人说贩卖机吃钱了，他要想办法解决。那结果呢？你可能会想说，大概就是打平或小亏吧。结果真的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模拟世界里的1年营运时间，这个 AI 经理创造了$85,000的净利润。重点来了，这模拟的1年在现实世界里花了多久？只花了8个小时。你没听错，8个小时。在这8个小时里，他收发了超过3000封的 email， 平均1分钟要处理6封以上，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这个实验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它证明了一件事：AI 的能力已经跨越了工具的范畴。它现在已经有能力去处理过去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做的高度复杂的协调性工作，像是专案管理、采购谈判、供应链协调。这些工作需要的不是写程式的能力，而是沟通、判断跟决策的能力。这对我们所有的知识型工作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警讯，也是一个机会。这种新的执行能力已经在光速改变我们的消费行为了。你想想看，以前我们上网买东西是怎么样？我们去电商网站，在那个小小的搜寻框里面打上关键字，像是慢跑鞋男尺寸10号，然后自己在100-200个选项里面慢慢滑、慢慢看、慢慢比较，对吧？现在新的电商游戏规则是对话式的，你直接跟你的 AI 助理说，我最近在准备跑马拉松，脚板比较宽，平常都跑柏油路，预算大概4000块，帮我推荐最适合的鞋子。AI 不会只给你一堆连结，它会直接给你几个选项，你还可以继续追问，那 A 跟 B 这2双，哪一双的避震比较好，哪一双比较透气？最后你说好就买 A， 它就直接帮你完成结账。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未来感，那你就错了，这就是现在进行式。你看去年美国感恩节的数据，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已经有50%，也就是一半的美国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或多或少有用过 AI 来辅助。那更年轻的 Z 世代呢，高达70%。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过去品牌砸大钱经营的官网社群流量正在大量的流失，因为大家的第一站不再是你的网站，而是 AI。AI 正在快速成为整个网络世界的新入口、新的守门人。只要有这种结构性的典范转移，就一定会伴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巨大的财富转移。它会创造出新的巨富，同时也会淘汰掉旧的模式。所以这就带我们到第3个部分 ，AI 经济学。在这场变革中，谁会是赢家，谁又会是输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确保自己是站在对的那一边？我们先来看赢家这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身处的台湾。你看台股，过去20年，大盘指数大概就是在1万多点，总市值差不多20兆台币上下，长期盘整。但是在过去短短的4年，几乎完全是靠着全球对 AI 硬体的疯狂需求，台股的总市值直接从20兆喷发到将近90兆，翻了超过4倍。这简直可以说是第2次的台湾经济奇迹。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些创造出来的财富有平均分配吗？大部分上班族的薪水有跟着涨4倍吗？我想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财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再来看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输家。这个数字我觉得看了真的会让人有点毛骨悚然。根据统计，在美国现在已经有 2.5% 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他们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非常明确，就是因为他们想找的那些初阶白领工作已经被 AI 给取代了。
注意哦，这不是某个研究机构的预测，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到底谁的风险最大？答案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初阶的知识服务型工作。你仔细想一想，你在大学、商学院、文学院学的那些东西，像是怎么做基础的财务报表分析，怎么写市场调查报告，怎么写一篇行销文案，这些知识的来源是什么？是教科书，是网络上的公开资料，对吧？这种知识我们称之为开放知识。问题在哪？问题在于 AI 早就把网络上所有人类的开放知识全部都读完、学完了，而且学得比任何一个人类都更完整、更透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资深的工作者暂时还比较安全，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是来自于隐性知识，像是公司的内部流程、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突发状况的经验，这些东西是 AI 在网络上学不到的，至少目前是这样。所以重点来了，大概10年前，矽谷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软体正在吞噬世界”，意思是所有产业，不管是金融、零售还是媒体，最终都会变成软体业。但现在新的现实是 ，AI 正在改造整个软体产业。AI 就像一个更高等的掠食者，它开始吞噬原本的掠食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是一家软体公司，但核心不是一家 AI 公司，那么你的价值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归零。这个典范转移正在重写整个数位世界的游戏规则。你看这个表格，几乎所有事情的底层逻辑都变了。以前我们用关键字去找连结，现在我们跟 AI 代理人对话，直接得到答案。以前内容是人类创造的，现在绝大部分内容都将由 AI 生成。以前工程师的工作是写程式码，现在你的工作变成指导 AI 写程式码，你变成一个导演或编辑。以前行销是做广告给人看，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优化你的产品资讯，好让 AI 愿意推荐你。整个游戏规则从上到下全部翻盘了。在资产全球性的规则改写中，有一个地方正好就站在整个风暴的中心，它同时面对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跟一个攸关存亡的威胁。这就带到我们第4个部分，台湾的十字路口。我觉得没有任何一句话比 Alphabet 的董事长、前史丹佛大学校长 John Hennessy 这句评语更一针见血了。当他被问到台湾在 AI 时代的角色时，他给了2个字的评语：硬体 amazing 无与伦比，软体呢 terrible 糟透了。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却非常诚实。这句话也精准地道出了台湾目前最大的矛盾跟困境。这个困境在未来10年会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急迫。有经济学家把2025到2035年称为台湾的黄金10年。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好事，但其实背后的原因很严峻。2025年，台湾就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这10年刚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窗口期，整个社会过去几十年累积的财富，在这时候达到历史最高峰。而我们的劳动人口虽然已经开始快速萎缩，但还没有到完全崩盘的程度。这个钱对最多人还在的短暂窗口，叠加上全球 AI 硬体的大爆发，为台湾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成长机会。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在这10年内克服我们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台湾在 AI 时代的资产负债表。你看资产这边真的非常强大，我们有世界第1的半导体，这是我们的王牌，有无敌的硬体制造生态系，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但再看看负债这边，也同样触目惊心。我们有严重的 AI 软体人才缺口，我们的内需市场太小，养不起世界级的软体公司，我们的出生率是世界倒数，劳动力正在快速消失，还有最顶尖的人才不断地被国外高薪挖走。我们的优势很强，但弱点也同样致命。那出路在哪里？简教授提出了3个非常大胆，但可能是唯一的战略方向。第一，要解决人才危机，不能只靠自己生自己教，绝对来不及。我们必须要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国际人才，扩大对台湾人才的定义。第二，台湾的企业不能再只满足于做代工，必须要真正的走出去，在全球布局，就像台达电在泰国建立大型的研发跟生产基地一样，从台湾制造走向台湾管理。第三，我们的思维要超越这座岛的局限，去创造更大的经济腹地。比如说，打造一个连接日本九州和高雄的一日生活圈，把市场跟人才库都做大。OK， 我知道
讲了这么多国家大事、宏观趋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无力感。所以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放下这些，把焦点完完整整拉回到你个人身上。面对这场巨变，你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不被淘汰，甚至脱颖而出，成为那个驾驭浪潮的人？这是一份给你的个人生存指南。我想请你先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未来10年唯一、最重要、最无可取代的技能会是什么？我先给你一个提示，答案不是写程式，也不是数据分析。这些技能当然还是很重要，但 AI 会越来越擅长做这些事情。那个真正能够让你脱颖而出的关键技能，其实是另外一个我们过去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东西。答案就是学会如何问 AI 一个好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困难。在过去的时代，你的价值取决于你脑袋里拥有多少知识，但在 AI 时代，你的价值将100%取决于你引导 AI 产出高品质答案的能力。你产出的品质不可能高于你输入的品质，这就是未来10年最核心的游戏规则。那到底要怎么做呢？这里提供一个5步做心法。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个非常聪明但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实习生。第一，给他非常具体的情境跟指令，不要只说帮我写个报告，而是说帮我写一份给董事会看的报告。他们对社群行销很怀疑，所以语气要专业，数据要充足，长度控制在1页 A4 以内。第二，这招超有用，赋予他一个角色，在你的问题开头加上你现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财务分析师，或你扮演一位创意总监，你会发现他回答的层次立刻不同。第三，不断的迭代，把 AI 给你的第一个答案当成是一个草稿，然后跟他对话，这个不错，但可以再更有说服力一点吗？第四，这是一个高手的技巧，直接问 AI， 我要怎么样问你问题才能得到更好更深入的答案，他会反过来教你怎么驾驭它。第五，命令他思考，在你的指令最后加上一句咒语，像是请一步一步的思考，再给我答案，这会强迫他启动深度思考模式，答案的品质会好很多。简单来说，你的目标是要从一个一行文的提问者进化成一个能够跟 AI 进行100回合深度对话的指挥家。如果你只是问一个问题，然后复制贴上，这基本上跟抄袭没两样，你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但如果你跟 AI 来回对话了100次，你不断的挑战它、修整它、引导它，最后产出的那个结果就是一个真正的创作，那个智慧财产就是属于你的。价值就藏在这个深度互动的过程里面。这种新的工作模式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人才模型，叫做拍型人才，就是希腊字母那个拍。过去我们都说要成为梯形人才，就是有一横的广度跟一竖的深度，但现在不够了，你需要在梯的基础上再长出第二只脚，变成一个拍。那一横代表你广泛的知识基础，这样你才能问出跨领域的好问题。那2只脚代表你至少要有2个不同领域的深度专业。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当你同时是一个，比如说医学专家，又是一个行销专家，你就可以利用 AI 当做中间的桥梁，一个人去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医学、一个行销、一个数据分析师3个人才能完成的跨领域整合工作。你的价值就来自于你能连接不同专业的能力。所以最后我想留给你这个问题，好好的想一想，在一个 AI 好像拥有一切标准答案的时代，那件只有你能够带来的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是你独特的品味，是你那奇怪的专业组合，是你那源源不绝的好奇心跟别人想不到的独特问题，这才是你在 AI 时代真正的护城河。好，最后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 AI 大战已经进入深水区， Google 的航空母舰正式起航。这比的不是谁的聊天机器人比较有趣，而是底层的硬实力跟生态系。第二，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跟毁灭经济价值，一场巨大的财富重分配，不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已经开始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个人的生存关键不是去害怕 AI 对抗 AI， 而是要去学习如何透过问出更好的问题来驾驭它，让它成为你最强大的伙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